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来聊1923的新一集。大雪过后，温度非常低，牛仔们去找马。老雅各布认为这时候要不点一堆火取暖，孩子会被冻死。赞恩提议用车子的木板，雅各布担心拆了车子就没办法把瘫痪的赞恩运回去了。也许是家人和孩子让他燃起了希望，赞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，这让老雅各布很欣慰。那头惹是生非的狼被卡拉奶奶打死了，并挂在路边，屋里已经打扫干净。死去的护士被抬上了车，医生要给伊丽莎白再打一针。女孩恐惧地躲进了洗手间，卡拉奶奶坚定地告诉她非打不可。那头狼有非常大可能是狂犬病，因为孤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但伊丽莎白还是满心的拒绝，一边哭一边反抗。卡拉奶奶实在无法看她胡闹下去，上来就甩了女孩一耳光，并教训道，比起那个露了一脸就死在客厅的护士，伊丽莎白已经很幸运了。命运从来就不公平，作为成年人更应该接受这个事实，而不是没完没了的任性。说完命令女孩躺下打针，女孩终于鼓起勇气面对。这次卡拉奶奶让男人们都出去，自己动手给伊丽莎白打了一针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告诉她一会儿来吃午饭。其实卡拉奶奶看着女孩遭罪，心里也很难受。亚历克斯乘坐的轮船在纽约靠岸了，但低等舱的乘客必须先到移民检查站接受检查，这让亚历克斯感到不安。他挤到船务人员身边询问，原来提前在大使馆办过入境许可的人可以直接登岸，否则只能先去检查站。低等舱的乘客多半都没有办过手续，亚历克斯也一样。亚历克斯这才感受到，离开家族庇护的他也失去了特权和安逸的生活，只能与平民一样被驱使，去被迫争夺生存机会。每个人都被贴上编号，运往检查站所在的小岛，亚历克斯也不例外，这让他感到怔怔不安。果然，简单粗暴的检查很不友好。被问起姓名时，亚历克斯放弃了家族的姓氏，报上了斯宾塞的姓氏达顿。入境理由是寻夫。看着公章落在申请表上，本以为结束了，其实只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排队等待，繁琐的各种检查，没完没了的盖章，最后来到了体检。身边一个悲伤的孕妇抱怨自己因为怀孕而被拒绝入境，因为怀着孩子的她没有办法工作，这令亚历克斯瞬间陷入恐惧。负责给亚历克斯体检的是个高大的男医生，他命令亚历克斯做了一些简单的动作后，就要求他脱光检查，这令亚历克斯倍感羞辱。所有的自尊和骄傲全都被这毫无隐私的赤裸裸的检查给击碎，但他对肚子里小生命的担心压倒了暂时的羞耻。只要能够过境，能够保住孩子，亚历克斯放下了尊严和贵族的骄傲，接受检查。可他依然没有逃过医生粗鲁的复检。在发现她怀孕后，她又被赤裸裸地交给了下一个男医生。亚历克斯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个人，只是一块行走的肉块，被人随意的按压翻弄。终于完成了这令人终身蒙羞的检查。结束后，他被带了出来。此时的亚历克斯感觉有一部分灵魂已经死在了那个检查台上，只剩下疼痛的残缺不全的自己走了出来。他被安排在孕妇那一组，有的女人因粗鲁的复检而流血不止。身边的女人想向亚历克斯讨要点吃的，被拒绝后干脆不客气地夺走了亚历克斯的单据，得意地说移民官收受贿赂，有钱的给钱，没钱的用身体也可以。言下之意，不管亚历克斯现在表现得多清高，一会儿都得为了许可证而出卖灵魂。亚历克斯愤怒地扇了女人一耳光，抢过了单子。他坚信自己绝不会。终于轮到亚历克斯，当他进入房间，移民官正在整理衣服。看来那女人说的属实，这移民官也是个体力活啊，身体不好都干不了。移民官一脸傲慢的张口，就要亚历克斯体现一下个人价值，因为美国不缺乞丐和妓女，只要有能力和体力生存的人。亚历克斯表示自己会找到丈夫，然后一起经营牧场。没想到移民官认为亚历克斯在撒谎。一个拥有牧场的男人，哪怕他是个瘸子，也不会让自己怀孕的妻子独自己在低等舱漂洋过海。
亚历克斯终于情绪爆发，隶属这套反人类的移民检查程序如何变态，如何与崇尚自由的价值观相左，如何低级流氓，说的移民官脸上一会儿绿一会儿红的。在检查学历阶段，亚历克斯干脆找了一首诗暗讽。Re-examine all that you've been told and dismiss that. 结束时，亚历克斯表示，如果想拒绝入境就拒绝吧，自己哪怕离开也要体面的离开。没想到移民官良心发现，给他盖了章。美国，他终于来了。虽然不知道之后的路将经历如何的坎坷，但他至少已经完成了最遥远的那一段。在拥挤的街上，亚历克斯向一个报摊的老头买了张地图。老头很热心地告诉他，中央车站在上城区，沿途的治安很不好。他告诫女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和钱袋子，而且最好能打车去，然后帮亚历克斯拦了辆车。亚历克斯把钱藏进了鞋子里，到了中央车站售票口买了张中途票，把所剩不多的钱藏进了内衣，终于可以等待出发了。售票员向亚历克斯强调，车站的骗子和小偷非常多，一个女人千万要小心，感觉这接下来的旅途又注定非常艰难了。泰纳的父亲跑马找到了地主古奈特先生，老先生果然是个好人，不仅爽快地让跑马和2个孩子扎营住下，还表示如果跑马愿意出力赶牛，就还可以领到一份工钱，这让跑马很感激，答应第2天就帮忙赶牛。泰纳的画像在科曼奇旁的小镇上张贴了出来，一个印第安女人匆匆来到警局报案，她的孩子被杀了。治安官马姐在案发现场看到一地的尸体，死的都是些半大的孩子，他们是为那个拒绝回答盘问而被马踩死的孩子复仇的。印第安女人告诉翻译，凶手不久前路过他们的部落，是2个治安官和一个神父。马姐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。说话间，一群印第安男人就来到了现场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翻译发现了凶手离开的方向，马姐赶紧阻止对方冲动行事。印第安人表示，要么给他们凶手，要么他们自己去找，他们不相信所谓公正的法律。神父和治安官肯特已经来到德克萨斯附近，肯特认为女孩他们应该是要打算逃向墨西哥，而沿途会在牧场的土地上扎营，难说还会为牧场工作挣点盘缠，所以可以在附近的农场问问。商量完，他们继续动身，前往附近的牧场。卡拉奶奶久等丈夫不归，心神不宁，顶着寒风在屋外翘首以盼。医生刚要离开，就看到了远远的马队徐徐而来。老雅各布终于带着孙子和牛仔们平安回来了，医生刚好也在，顺便就给赞恩做了个检查。赞恩的病是颅内出血，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的。医生告诉雅各布，他需要马上给赞恩做一个开颅手术，否则这个牛仔将会性命不保。不过这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，除了缺少助手和一些设备，最麻烦的是没带麻药。老雅各布决定把情况告诉赞恩，让他做决定。杰克刚回到房间，就看到正在收拾东西的伊丽莎白。女孩表示自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如果杰克爱自己，就跟着自己一起离开。杰克不理解为何短短几天就让伊丽莎白做出如此决定。这时卡拉奶奶带着2个牛仔来给伊丽莎白打针，女孩让杰克在旁边看着自己经历的恐惧。杰克眼里充满了心疼，也让他明白这个城市女孩真的不可能成为卡拉奶奶那样坚强的女人。斯宾塞开着车子一路走来，终于在一片牧场边的道路上碰到了查斯酒的检查站。斯宾塞赶紧绕道停进了一个废弃的农舍旁，打算等到晚上再行动，而且他要把那些私酒扔掉。意大利小子反对，认为像他表兄说的，拿钱疏通应该没问题。斯宾塞可没那么乐观，他表示对方要不收钱怎么办？他可不想背上人命，更不想为了几箱酒把命搭上。意大利小子干脆就拔出枪威胁，被斯宾塞1秒就缴了枪。斯宾塞告诉意大利小子，他眼里的发财机会就是个卖命活，他所谓的表哥给他的财路就是拿他趟雷的。然后斯宾塞给意大利小子2个选择，要么跟自己去火车站，要么继续开着这辆车去送死。意大利小子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不会辜负家人的重托，于是2人分道扬镳。临走，意大利小子要回了手枪。很快斯宾塞就听到了枪声，意大利小子开着车勇闯检查站，爽快地把自己送走了。所以有的人看似是命运对他不公，其实很大原因是他自找的。
斯宾塞躲过了一劫，而亚历克斯却在车站被歹人盯上了，就如同他写给斯宾塞的信中所担心的那样，两人的相见注定要好事多磨。好的，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在本集中，亚历克斯经历了严苛的移民检查，这段确实是有依据的，但也有艺术夸张的成分在里面。在19世纪末，大量的欧洲移民通过轮船抵达美国。纽约的爱丽丝岛是1892年开放，也是纽约的主要移民入境点。对于检查的内容确实是真实存在，只是妇科检查粗鲁到把孕妇检查到流血，还有移民官公然的索贿行为，这些应该都是夸张了。这集用大段来拍亚历克斯的体检，说实话，妇科体检确实挺羞耻的，哪怕同性别医生来检查都觉得很难堪，何况剧中这种亚历克斯被强制要求脱衣和接受检查，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。这段看的人真是既心疼又难受，而且他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完全不敢想象还要经历什么事儿。别为了见个斯宾塞，最后混成了悲惨世界里的方汀了。希望导演编剧不要那么狠心。好的，这集暂时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耐心观赏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